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追金流课程的讲师，我叫小杜。那我们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做个免责声明。本团队仅提供教学与技术指导，学员依据本教学内容所制作之报告、分析或任何成果，仅为其个人观点或作业成果，并不代表本团队或本前社群之立场或意见。该等成果亦不具备任何法律、财务或投资上之证明效力。本团队对学员所产出之内容不负任何责任，亦不对其正确性、完整性或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漠视之保证。好，那因为有第一次听的嘛，所以我就从注册开始讲。那我们今天呢，应该说我们整个追金流会利用到的工具是 JM JCard 这个系统。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工具怎么去做注册。好，这个呢是这个网站的网址。这个是有出来没出来？坏掉了。好，这个是网址，我们可以点进去，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就是做注册嘛。注册的话，右上角这边注册点下去，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下面有个立即注册，或者是说你要直接用你的 Google 或 Facebook Line 登录也可以。那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往下面这边看一下。一开始进去之后，下面往下拉，你现在登录了，下面这里会有一个 JM 轻量版799 300分钟，或者是培训课程特别方案版，就是480分钟的免费。那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序号，大家如果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用这个免费就是课程特别方案去做操作就可以了。好，点下去之后，这边填完你的名字、姓氏，这边序号，大家。那这个序号呢是480分钟，用1个月。换句话说，1个月内480分钟没有用完，你的账号的这个优惠还是会不见。然后呢，1个月内480分钟用完了，那就是用完了，就没有了。OK， 好，那注册完，然后序号填完之后，按下这个启动 JM， 摸一下。点进来之后启动 JM， 点下去呢，你就会跳到另外一个界面，有这个浏览器单地址、多地址跟按键管理的这个界面。然后呢，你点启动 JM 之后，你的480分钟就会开始计算。好，那再来讲一下这个使用时数查询。那个480分钟你要怎么看你现在用了多少？右上角这个人头放在鼠标放在这里，然后点击个人页面。这边就会有一个你的剩余时间剩多少时间，就会显示在这边。好，那这个是 JM 注册的部分，很简单。那第一次来上课的呢，我们可以先听，然后之后等课程结束再做注册就好了。OK， 那我就继续。中华电信。好。那我们今天追金流课程主要的课程内容呢，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是目的与核心概念，再来第二个是追金流，你会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第三个，你如何在10分钟内去判断它是不是诈骗？第4个是，今天你金流做完了，你需要报警，我们要怎么去生成一份正式的报告书，让受害者提供给警方去报案？分为这4个部分。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追金流的目的跟核心概念。那通常大部分人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追金流，我们追金流把钱追到，然后呢还给受害者嘛，这是大家一开始最直觉的想法，就是把钱追回来还给受害者。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是这样，很多时候呢，诈骗集团一骗到你的钱之后，你们觉得他会傻傻的一直把钱留在他的身上吗？好，今天我骗了这个豆干的钱，然后我骗了他3万块好了，我可能傻傻的就把这3万块一直放在我身上，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就知道你骗了我啊，3万块在你这里，然后我跟你要回来就好啦。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骗到他的3万块之后，我马上给润，然后润马上转给 Efra， 然后又转给什么 Highless 哦，就是我们的其他同学，转来转去，豆干完全不知道他现在的3万块在哪里，他是钱就要不回来了。他找我要，我说不知道，花掉了，不在我身上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们觉得一个诈骗集团有可能乖乖的把钱一直放在他身上吗？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说，同理，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受害者被骗了，然后呢，我们去帮他追金流，我们最主要看的是什么？看他的金流有没有可能是诈骗嘛？如果有诈骗样态，我们就赶快阻止他，不要再把钱投进去，不要再投入第2笔啊、第3笔什么5%的税金啊，或者是什么保证金才能把多少钱拿出来，对不对？我们要直接立刻的阻止他，而不是说他今天被骗3万块，然后我们要帮他把3万块追回来还给他。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我们最直觉追金流要做的最直觉的第一件事情，是帮他挡住他后面被骗的钱。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们自己你们往下看到这一页，我会发现说，这里他说这个诈骗集团呢，他说他现在有一个更高收益的投资标的，然后这个是受害者，他会觉得说，可是我已经投入10万块了，虽然说我前面真的有领了几千块出来，好像真的有赚钱，对不对？我还保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然后呢，诈骗集团这个时候就会丢出一个余额，跟你说，这个只要半个月就会回本了，而且你会翻倍赚，而且名额有限，那现在只剩1位，你不要的话就给别人，对不对？那有些受害者就会觉得说，那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反而说，今天他还会跟你说，你要有多少的启动资金，你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嘛？那有些受害者他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足够，他就会变成跑去跟亲朋好友借钱啊，或者跑去贷款啊，或者是把他其他的投资标的卖掉，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些钱投进去之后，他发现，他的账上呢，一直钱在增加哦，结果最后他要领钱的时候，他是不是领不出来？领不出来才怎么样？才发现他被骗了嘛？但是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啦。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目的是，他一开始把小额的钱投进去，一开始有怀疑，最一开始有怀疑的时候，他一定不可能一开始就投100万嘛，他可能投个3-5万，3-5万投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帮他追金流，金流一追发现，这个是诈骗的样态，你不要再投钱进去了，因为这个非常高风险可能99%的诈骗，不要说99%，100%是诈骗，后面的钱不要再投入。他是不是就减少损失了他后面的90几万、100多万，甚至是几千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追金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阻挡2次大额的诈骗，那大于把钱追回来。好，那关于把钱追回来这件事呢，其实还是做得到，还是真的有成功过，我们是有成功过的案例的，但是它是真的非常及时，他已经一发现受骗就赶快来找 Bump， 然后呢就马上帮他追踪他的金流流到哪里，而且这个诈骗集团也就是他就直接把钱丢到那个中心化交易所里面，所以他是可以直接去找到这个人的，那这种把钱追回来的几率也会相对高。但是我们最主要记得一件事情，是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前面这个阻止后面的大额诈骗。好，那讲完目的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核心概念是什么。今天追金流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只有2个，第一个叫做追钱，第二个叫做追人。什么是追钱呢？再举一次举到烂掉的例子。今天豆干有1000块，他转1000块给我，我身上有没有1000块？所以他转1000块给我，是身上有2000块。好，那我再把2000块全部转给润。那现在我身上没钱了嘛，所以豆干的钱是在我身上还是润身上？不管你现在就是有1000块，你传1000块给我，我把我身上拿到你的钱加我的钱全部都转给润，那现在豆干的钱是不是在润身上？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钱在哪里嘛？好，那
这个就是追钱，在你金流都很明确的时候，你知道钱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追钱。那追不到之后呢，我们才会追人。那追人，什么叫追不到？也就是资金混洗，你不知道说现在你的钱在哪里，受害者的钱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判断它叫资金混洗。资金混洗的意思就是说，好，今天一样豆干的1000块转给我，那我身上原本有1000块嘛，收到豆干的1000块之后，我有2000块了。好，我再把1000块转给润，那这个时候豆干的1000块是在我身上还是在润身上？来问一下豆干本人，不是你把1000块转给我了，然后我转1000块给润，现在你的1000块是在我身上还是润身上？快点快点！你现在身上没有钱了，别闹了。好，反正呢，现在豆干的1000块，就是可能在我身上，也有可能在润身上。我没有办法，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定说他的1000块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豆干的钱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就叫资金混洗。那相同的一样，如果今天受害者他的钱进到资金混洗之后，他的钱经由资金混洗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追人。那追人的话呢，我们就会追查他的初始手续费，然后多次初始手续费跟这些手续费的主要来源跟交易对象，那去看说这些对象有没有中心化交易所。那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列入调证的范围内。那我们等一下后面呢，就会介绍什么是初始手续费。好，那我们讲完目的跟核心概念之后呢，就要来看一下今天追金流之前我们会需要准备哪一些资讯。首先，第一个需要准备的是你要跟受害者理解一下他的受骗过程简述。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受害者的受骗过程简述呢？第一个是，他如果今天他只投了小额3万块嘛，然后他就跟你说他的什么认识的过程啊，从哪里认识到他，然后聊天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像他这个就是说，他用简讯问他是不是旅行社啊，假借的传错讯息嘛，然后跟你打交道啊，然后跟你说我是外国人啊，需要你帮助，后面还说简讯费太贵要加赖，然后跟对方套关系嘛，就是聊天啊，聊着聊着好像变熟了，对不对？然后每天跟你早安晚安，然后又跟受害者说最近有看到一个投资项目啊，真的很赚钱呢，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善良的嘛，就是想说聊天聊3-5个月了，戒心会放低一点，就可能说是投个几千块看看会不会赚钱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是前面最开始诈骗集团在引诱你受骗的那个余额。但我们通常呢，这个时候啊，大多数的人我们会套用一句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那受害者他可能会觉得说，可是这个人我聊很久了，那他把他的这个过程简述跟你说，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肯定是诈骗话术啊，你就直接叫他停住，不要再投钱进去了，投入第一笔那就算了，拿不回来就算了，不要再让他投入后面的钱嘛。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是，我们今天在追金流的时候会发现说，为什么受害者给我们的钱包它会被标记诈骗啊？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受害者的钱包是诈骗？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它的过程简述发现说，有些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很清楚的判断到说，因为这个受害者的钱包它其实是注册了诈骗集团给他的假平台，然后呢，代表说这个假平台是什么？它里面的钱包其实也不是受害者他真正的钱包嘛，也是诈骗集团给他的钱包，所以为什么会被标记诈骗？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诈骗集团的，而且这个诈骗集团这个钱包在过去可能又被报案，所以被系统标记诈骗。
这是另外一个点，我们要透过受害者的受骗过程简述去厘清我们的金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有受骗过程简述之后呢，我们要看交易资讯。我们需要收集交易资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交易资讯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说哪一笔金流是受害者的嘛。因为一个钱包它可能同时收了四五个钱包的钱进来，那也有可能这个钱包这个受害者的钱包同时被其他受害者使用。所以说，我们就要透过受害者提供的这个交易资讯来确认哪一个钱才是他的。那这个交易记录上面呢，一定要包含他的币种，什么币，然后转了多少钱，金额跟币种。然后第二个，在什么时间。第三个，对方的钱包地址，就是他把钱转到哪里去。我们会需要这个对方钱包地址去看说哪一个是诈骗集团的地址。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 TXID。TXID 它又称为哈希值或 hash 值，或者是转账 ID、交易 ID，很多名字，但是这个呢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你们可以理解一下 ，TXID 呢，它其实就像是身份证，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它就是记录着你这个人的个人资讯，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出生地、你的户籍地。TXID 也是一样的，它就是记录这一笔交易全部的交易内容，它的时间、地点，它的时间、地址、金额、币种，这个都会记录在 TXID 上面。所以呢，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因为受害者他可能填表单的时候，他可能会手误嘛，不然填错啊，或者是地址少打一个字，那我们就要透过 TXID 去确认说这笔钱到底是不是他的。所以 TXID 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说金流的正确性。那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当然都核对一模一样，当然最好。那有些时候可能他没有提供他的金额币种，可能少个1-2U，那我们就会透过 TXID 去对嘛。不然就是我们一开始最直观就是从币种跟时间还有地址确认清楚，这样就 OK 了。但最好的、最保险的方式当然是全部都正确会是最好的。好，那我们收集完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判断10分钟内，从10分钟内看金流，判断是不是诈骗。好，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位受害者他的受骗过程简述，他一样是从脸书的通讯软体私讯的受害者。然后跟他问好，照3餐问好，关心问候嘛，然后陪睡觉啊、挂聊等等的。最后呢，时间长远下来，的受害者就开始习惯有他的存在了嘛，所以就是在网络上发展了一些恋情。后来对方就跟他说，他的叔叔有在做投资，然后还给受害者看说他的获利，然后也想要受害者投一点钱啊，为未来存钱等等的各种情绪勒索的话术，让受害者去把钱投进去，还叫他最后面还叫他说因为要到下一个阶段啊，那你要去把一些你其他的投资标的解掉。后来呢，客服还跟他说他的信用分数不及格，要补钱补到及格。结果补钱了之后，对方跟你说什么？你违法洗钱啊，你要继续补税金啊，补汇差，补一堆有的没有的，补不完。最后对方还就要去贷款借钱啊，发现他借钱，他不管投了多少钱进去，补了多少钱进去，他赚的那些钱永远都领不出来。最后发现，对方发现受害者没钱了，他就不理他了。所以诈骗真的很可恶，非常的可恶。你看，把你钱骗光了，然后就不理你了，对吧？非常的可恶。好，那这个是过程简述，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最主要的呢，是要进入到这个追金流的部分，这边会详细的教大家怎么去追金流。OK， 好，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边受害者总共投了5笔钱进去。那我们先确认一下他的时间，他的时间是从2024年11月5号开始。到最后笔是2024年的11月23号，好，这个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需要用到的时间范围。再来，我们来确认一下对方的钱包地址，就是诈骗集团的钱包地址跟受害者的钱包地址，因为有时候一个人不会只有一个钱包地址嘛，当然对方也不一定会只有一个钱包地址，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哪一些地址。我们从第一笔开始看，来看一下我的地址，我的地址就是受害者的钱包地址，它这个呢是 TDHQ3K 前3码后3码，然后呢第二笔也是 TDHQ3K， 第3笔一样，第4笔也一样，第5笔也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到的是受害者的钱包只有一个，就是这个 TDH 然后 Q3K 这个，那我们就先把它复制下来，好。复制下来做什么？把它丢到 JM 里面去。那 JM 这边呢，我们最主要会用到的是多地址研判这个功能。这里新增地址，把地址贴上去，按确定，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地址。这里，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地址。诈骗集团的地址有几个？然后第一个是 TCN， 然后 HT2， 然后第二个呢，不一样，它是 TNBCF2，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先复制上去，一样按确定。好，看一下第二个是 TNBCF2 嘛，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 TNBCF2， 第四个也是 TNBCF2， 第五个 TNBCF2， 所以诈骗集团总共用了2个钱包地址。我们就把它复制下来，一样贴上去，按确定。那像这边系统它就有防呆机制，就是说你今天地址打错，少了一个字，你按确定，它会是这个红色的，然后叫你输入正确地址。那看到这个呢，就代表你地址或者是受害者地址有填错。那今天如果说你有办法联络到受害者，出现这个状况的话，你可以有办法联络到受害者，就需要跟受害者联系，跟他确认清楚。好，那我们这里收集到3个嘛，那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币别都是 USDT， 受害者都是转 USDT， 所以我们这里代币我们就要选择 USDT。那这个所属链种呢，系统会自动帮我们配对，他们会根据地址，然后去选择所属的链种。时间范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024年的11月5号到2024年的11月23，确认一下，5号到23号。交易方向呢，我自己个人习惯选双向，就是直接看它的流出跟流入两边一起看。那有些人会习惯只看流出，流出就是只看单一的方向。那双向就是两边都看。我自己个人会选择双向，这个就看个人习惯，其实都可以。好，这边东西都填完了之后，直接点搜寻。好，那我们点完搜寻之后，你会发现，我明明就只有输入了这个3个地址而已，为什么跑了这么多地址出来？因为呢 ，JM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帮你把跟这些钱包地址相关的其他钱包一起丢上去，然后帮你连线起来。但是我们看哦，它有些就可能不是受害者的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先做一件事情，把其他的钱包先删除，先做删除。好，那我们只要留刚刚我们填入的3个钱包就好了。那3个钱包我们有填入的话，系统上面会显示是这样，蓝色底，然后一个白色星星，就是我们刚刚有输入在这个多地址研判上面的钱包地址，会是长这样子的标示。好，那我自己的话呢，我会把这个绿色的这个箭头是金流，我也先把它删除。会删除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些时候它可能转了很多笔钱，或者是说它是从金库交易所的金库转出的，它就会有非常多条，其中就会包含除了受害者以外的钱，所以我会直接把它删除，然后直接从受害者提供给我们资讯去拉出来，这样我觉得会是最清楚的。好，那我们整理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上面呢已经有标示受害者钱包、诈团钱包1跟2嘛。那这个标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哦，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所以系统有帮我留存记录。那你们要怎么去把它加这个标签呢？你们可以在这个图案上面点右键，这里有一个标注，标注这边就可以打上你要给它的标签名称，然后按确认就可以了。或者是说你点下去，这里也会有一个标注，旁边的笔点下去都会到同一个界面。好，加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进下一步的追金流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笔是11月5号转了18181嘛，那我们就点回来，从受害者的钱包点下去。这个时候呢，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哦，交易明细是追钱，交易对象是追人，所以我们你看现在18181金流非常明确，所以我们要追钱，对不对？我们就需要从这个交易明细下去看追钱，更多筛选这边点下去。我们刚刚有设定时间范围了，那我们现在呢，它这边可以调整说你要不要缩限其他时间，你可以直接把它选成11月5号搜寻，这样它就只会出现11月5号的交易。这边交易时间右边有个上下箭头嘛，它可以照时间排序，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这个照个人习惯。好，那我们再看到这里，我们看到它刚刚是18181嘛，所以我们就从这边直接去挑选18181。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18171跟18181嘛。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在诈团钱包去做标记了，对不对？所以它就会显示在这边，这边就会有标签，我们就直接把它点出来。那我们刚刚说，时间、金钱、币种还有什么hash值都可以去做核对，我们可以确认一下11月5号的1.23转18181转到哪一个钱包？这个钱包 hash 值是多少 ？D71，然后 FC3嘛。我们回来核对看看是不是 D71，然后 FC3正确一模一样，所以代表这一笔钱18181就是受害者提供给我们的这条金流，这是第一笔。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笔。第二笔11月14 22522。好，从一样交易明细更多筛选，11月14搜寻，箭头排序一下时间，看一下22522，这里有一个22522.52222。好，那你们再看一下，刚刚没有提到，这里有个绿色箭头跟红色箭头，对不对？绿色箭头是流入，代表说，从其他钱包流入到这个钱包里面。那流出是红色，也代表说从这个钱包流出到其他钱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2522转出之后，交易后余额是0的，接近0的这个转到诈团钱包1，我们把它点开。好，hash 值是766的这个，确认一下766的这个，确定是受害者金流。再来11月20的16517，时间11月20。16517，这个16517转出到诈团钱包1的这个，要点开，是716嘛，716的这个，然后再来下一笔是11月22的5970，11月22，云5970，对，5970.15970转出的这个。点开，hash值是929，最后一笔10623，在这里10623 11月23 10623转出，hash值是 D15的这个 D15。好，那我们5笔金流都找到了。我们找到金流之后，后面这里有眼睛，对不对？把它点开，点开的话，它就会显示在你的图面上。像我这里隐藏掉，它就这里就会剩3笔。然后点开，它就会变4笔。这是找到之后就把眼睛点开。好，那再来，我们要做下一步的动作。我们从这个18181开始看。18181呢，刚刚是从11月5号的这个时间流入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诈团钱包，点下去看。
然后一样从交易明细先找，更多筛选，然后确认一下时间范围。把交易时间呢，照个人习惯，我习惯由远到近，从11月5号开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下来，这个眼睛点开的，确认一下这是哪一条。从受害者钱包流入了18181，从受害者钱包流入18181到这里。好，那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双向嘛，就是流入流出都可以看，可以看到受害者钱18181流进来之后，下一个18181流出去，而且他的钱包余额剩余0。你们只要记得钱包转出去之后，它的余额剩余0，获区净于0，那就代表说受害者的钱大部分都直接在这一笔转出去了。可以99%确定说受害者的钱会流到下一层的钱包，包含在这里面，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点开，那它就不算资金混洗。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看资金混洗是什么样子。我们先把这一笔点开，那我先把这个标签删除掉。OK， 好，我们看哦，因为系统它会自动帮我们连线出说有相关交易记录的。那你看下面这个钱包是不是跟它就又有连线？可是呢，26笔耶，我们刚受害者下面这一条就有4笔，代表说这里可能还有20几笔都不是受害者的钱，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删除掉。等一下我们一步一步来还原它。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哦，先来看一下这个18181啊，它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它是不是11月5号转进来之后，1.23转进来之后，1.24的时候就又被转出去了，1万多 U 接近2万 U，6万台币，对吧？那你看哦，他那时候转出去之后，他也不用等到下一笔转他才知道啊。他第一笔转出去之后，这里就直接标记什么诈欺、投资诈欺，对不对？我们往后看，我们刚刚金流都拉出来了，我们来看说5个诈骗样态有什么。第一个是黑名单钱包，黑名单钱包叫什么？被标记是诈骗或黑名单的，就代表说他已经被通报过。他有诈骗行为嘛？警方已经确认过，这确实是诈骗。那系统上面就会直接标记成这个钱包是诈欺，是黑名单，那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确定说它一定是诈骗。那你们看，今天他第一笔金流18181的时候，第一笔就直接入到了这个已经被系统标记说诈欺、投资诈欺的这个钱包里面了，代表说，他后面还需要投钱进去吗？他后面的这个5万多 U， 他还需要投进去？根本就不需要。他投了6万进去，发现这个就是诈骗啊！他后面这5万多 U， 5万多 U 多少？5、3、15， 2万 U 是60万，对吧？60万，不是6万而已，60万，5万多 U 是多少钱？这时候数字太大，数学不好，150万。他后面150万都不会被骗走。他可能60万痛一下，他后面150万就不会再被骗走了，对不对？直接看到有诈骗样态出现了，后面的钱他就不会再投进去啦。所以只要会追金流，其实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这个样态不正常，它是诈骗样态，那你就可以直接阻止他后面更多大笔的投入。标记车手人头博弈算是黑名单钱包吗？是，或是那种官方冻结 USDT 冻结那个都算是黑名单钱包。车手你要看车手人头那个是汇旺，汇旺的话会是高风险钱包。博弈的话就算黑名单。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18181进来到这个钱包，对不对？直接点这个钱包来看，交易明细点下去，然后一样从11月5号开始看。18181这一笔从诈团钱包2转进来18181之后，发现说他现在钱包里面有5万1000多 U，
好，再下一个，又转了，从其他钱包转了2000多进来。好，下一个，他转了4万多出去，他的钱包还剩大概快15000 U。那你们会觉得说，这4万有全部都包含这个受害者的18181吗？100%包含吗？还是说，他可能只有转个2000块在这个4万里面，然后可能转个4000块在4万里面，然后还剩1万多块在这个投资诈欺的钱包里面，很难确定嘛。而且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里又混了别的钱进来，然后又转出去，转出去又转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很难判断说受害者的这个18181到底流到了哪一个钱包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判断说这个钱包做了资金混洗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标记成资金混洗钱包，直接把它做个标注。好，那到资金混洗钱包之后呢，我们先稍等一下，我们先来看后面这个，后面这个直接点交易明细，一样拉开来看，时间排序整理一下，然后我们看到它第一笔11月14进来的22522的11月14的10点32流进来，然后呢11点21同一天11点21流出去，然后钱包余额归零，全部的钱都流出去了，也是流到了这个资金混洗钱包。好，再来再看一下下一个是11月几号？是20，填到20，直接利用这个时间去选到20号。20号16517进来，然后呢，这里中间又转了个0.02402，然后下一笔16517.02转出去，钱包余额归零，代表说受害者16517全部都包含在这一笔金流里面。那点开发现它还是流到了这个，也是之前被我们标记资金混洗的钱包里面。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23号嘛，22号。直接从这个时间去做挑选。22号的这个6点55进了5970，这里又有一个0.04791从其他钱包进来的，还有一个5389从其他钱包进来，然后再看这里一样同一天的晚上8点46转了11359.05出去，钱包余额也是归零，所以代表说这一个1万多块包含了前面受害者5970跟5389，还有这个0.04791全部都转到了这个钱包里面去，点开也是这个钱包。好，再看最后一个11月23的11月23，好，我们看这里最下面，它可以选择说你一页要显示几笔，然后呢，因为这里有11嘛，所以我就直接选30。可以看到11月23 10623转进来之后，下一笔15373转出去，钱包余额归零，受害者的钱全部包含在这一条金流转出了，把眼睛点开，可以发现它全部都流入到了资金混洗钱包里面去。好，那既然进到资金混洗钱包了，我们刚刚前面讲义有提到嘛，进到资金混洗钱包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追什么？我们有提到追钱、追人。资金混洗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查它的初始手续费、多次出的手续费，跟这些手续费的主要来源跟交易对象嘛。那这边呢，我们再补充一个，当到混洗钱包之后，因为我们还需要看有没有其他的样态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在做报告书，在追金流的时候，看到资金混洗钱包出现，你要记得去把它的主要交易对象去找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找？资金混洗钱包点下去之后，交易对象追人嘛，交易对象点下去，更多筛选，把时间关掉，按搜寻，时间前后范围关掉，按搜寻。好，这边可以看到它转出跟转入还有转出。好，那我们这里就看通常我们会挑大概前5大的转出。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会去看说它的资金占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最大占比是这前2个，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概我们先把它点出来。
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哦，这个转了多少钱？800多万 U， 然后呢，这个才多少钱？这个才100多万，100多万跟800多万其实已经差很多了。所以说你这个第三个有没有点出来，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它的资金占比例悬差太多了，所以其实这个第三个是可以不用点出来的。那如果说哦你们不确定的话，你点到前5个也可以，也可以。好，然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 JM 的关系，它会自动帮我们连线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给钱，把钱给他，他也有把钱给过他，但是他这个2万块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让它呈现在金流上面的，跟受害者案情无关，所以呢，我们会把它去做删除的动作，让整体的页面看起来会更干净一点。好，那这个呢就是主要金流的部分，这是主要金流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继续往后看，我们先往后看。我们刚刚介绍了黑名单钱包是什么嘛？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样态。因为呢，有些时候受害者刚受骗，这个案情还很新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报警，或者是说，诈骗集团超厉害，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被人家发现，没有其他受害者去报案过，他就不会被系统标记黑名单或者是诈骗钱包嘛。那可是今天不是只有被标记它才是诈骗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样态。也是会判断诈骗的，所以我们就要依靠其他的样态来辅助我们。所以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可以直接点这个诈团的钱包，点下去，从交易明细去看，直接看它的流入跟流出。流入是这个7月5号1.23，流出是1.24，同一天。大概2分钟内就流出了，是符合了48小时内。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连线把它连线起来。这个钱包右键点一下0，这样也可以。但是以金流图来0，这样也可以。但是以金流图来说，今天因为你是提交给受害者看，其实重剪就可以，简单就可以，看得懂就好了，不一定要打得非常非常详细。好。那这个也是，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都确认过嘛？其实呢，这个这个诈骗集团大概都是在半天内就把钱转出了。可以看到这一笔10:32转入，11:21转出，然后呢20号的5:10转入。55分的时候5:55转出，22号的时候也是22号的6:55转入，8:46转出，对，跟最后一个23号的什么9:34转入。9:42转出，所以全部都符合了48小时内转出余额归零的这个样态。那其实，不一定要每一条都一定要符合48小时内转出余额归零才是诈骗哦。今天只要有一条是出现这样的状况，你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判定它是诈骗了。OK，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以这个48小时内转出去做一个诈骗样态的判断。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做个标记一下。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说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会是一个诈骗样态呢？因为正常状况下，好，你今天你要做投资好了，你不管你要打合约还是要买现货，甚至说你在股市里面你要买股票好了，你通常你都不会把钱转进去之后又马上48小时内全部转出来嘛？你可能3万块转进去，然后48小时内又全部转出来，又3万转出去吗？不可能啊！因为你投资，你不可能说你今天从以太币800块，你涨到3000块是48小时内的事情，基本上完全不可能嘛，一定会有时间的啊，一定是会有时间，可能需要好几个月。那
为什么会有投资的状况是，你48小时内要把钱马上转出去？其实是因为诈骗集团今天他不可能把钱留在他的钱包里面太久。他如果留在钱包里面太久，你看，如果受害者一发现，他好像受骗，他去报警，警察直接追踪他的金流，然后把这个钱包冻结起来，诈骗集团的钱就领不出去了。所以只要诈骗集团它的时间拖得越久，他的钱包就越有可能被冻结，所以他们就会很快速的去把钱转出。那你们也看到，这个金流呢是有符合诈骗样态，48小时内把钱转出，而且余额也是归零的。我们这里会打余额归零，是因为确定说受害者的钱就是在这一笔里面，所以才会附上这个余额归零。那真正的样态是这个48小时内。好，我们再往下看，手续费来自不知名第三方钱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续费怎么看。我们看到嘛，资金混洗钱包之后可以追手续费的，初始手续费的来源嘛。那其实不一定要有资金混洗才能追，我们平常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动作了。好，那因为这边呢，我们会从受害者的钱包开始看。正常状况下，受害者的钱包我们是不需要去看的。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受害者的过程简述，他是说其实是对方引导他去注册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受害者的钱包，他的手续费来源是不是一个正常交易所帮他提供给他的。就点这个受害者的钱包，这里呢有个图上定位，对不对？把它点下去。好，发现它是来自于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钱包转手续费给他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这个钱包，一样点下去，点这个图上定位，初始手续费，然后图上定位这里点下去。好，那你会发现说，等一下，它的初始手续费来源是来自于后面这个投资诈欺的钱包。那下面这个呢，也是给它拉出来看一下。这个钱包它的初始手续费来源也是来自于同样被标记成投资诈欺的钱包，也是来自于第三方的钱包。那我们手续费又看到哪里呢？我们看到资金混洗钱包，初始手续费一样把它点开来。好，会发现说，这个钱包它的初始手续费来自于这个钱包，然后这个钱包又提供这个钱包的初始手续费，然后提供它。而这里我们先不看后面这一条，这个钱包同时提供它跟它嘛，所以它是主要的关联，而它的提供的来源又是它又提供它，所以它是整个金流里面最主要的关键来源。好，那讲到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做延伸。手续费来自于不知名的第三方钱包，它也是一个诈骗样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呢，你从交易所发起一笔交易，你要转账提币出去，正常状况下都是由交易所去帮你代垫转账手续费的。我们在看到交易明细上面的时候，我们从前面这个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交易明细上面，它是会写说，它这笔钱扣了2U 的手续费。那在加密货币，在区块链上面呢，其实它会依链种会有不同的手续费的代币。像创链的话，它就是支付 TRX 嘛。但是呢，交易所它为了省事，它不会让你说你一定要去买 TRX 才能做转账，而是它会先从你的这个账面上呢，帮你扣掉2U。那这2U 呢，其实交易所会帮你代垫 TRX， 让你可以完成这一笔交易。他帮你付 TRX， 当然他需要跟你收 U， 对不对？所以你的账上才会是 U 不见被扣 U， 但实际状况是交易所帮你付了 TRX。好，不然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用什么，你用什么不用 KYC 的钱包啊，就是冷钱包等等的。你要嘛，你一开始你知道你要转账，你一定会在里面钱包里面先放你要转以太链，你会先放以太币嘛？转创链的话，你会放 TRX 嘛，或是比特链，你会放比特币嘛？你一定原本就会放钱在里面去帮你可以完成这一笔转账。
不会是从其他奇奇怪怪的钱包转一笔手续费给你，然后你才能转账，对吧？更何况是你要投资，正常的投资状况下，怎么会需要由其他人去帮你付那个转账的手续费呢？这个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会有手续费会来自于其他钱包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诈骗集团是用人头账户的话，它里面一定不会放太多的钱，连手续费它都不会放。为什么？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如果被冻结，它的钱就全部都领不出来了。所以它一定是有需要做交易的时候，然后再从其他的钱包把钱转过去，让其他钱包可以去做提领的动作。OK，所以这个就是手续费来自于不知名第三方钱包，其实也不用不知名，只要来自于第三方钱包，没有任何标签的，没有什么交易所标签的，那个就是不知名的第三方钱包，那它就是属于诈骗样态。可以看到这边其实都有，对，这边都有。好，那我这边做一个小提醒好了，最近改很多高阶作业，你会发现说，哇，它一整个诈骗集团全部的钱包基本上都来自于同一个，对吧？那好，我们之前有说过嘛，我们可以帮他去做连线，去连线说，他的手续费是他，然后呢，先打个1好了，然后呢，他要提供他手续费，不是手续费是他，然后每一条都要连，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但是少几笔而已哦，高阶作业可能是6、7笔、7、8笔，你会发现全部的线都盖在一起了，初始手续费的线、连线的线、金流线全部都挡在一起。其实你们可以换个角度想，既然它都来自于同一个钱包付初始手续费，为什么不要在他的钱包上面标注初始手续费对象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好，就是稍微透个题，因为那个案例是他的很多钱包都来自于同一个钱包提供嘛。如果说我6、7个你都拉到同一个，每个都要连线，那个真的会太乱。那我们看金流很容易漏看，我们可能也会看错条。所以呢，换个方式讲，你帮他把标签标上去，这样也可以。OK，这样也可以。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断点洗钱行为，断点洗钱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说，诈骗集团它会利用很多个钱包去做断点的行为，会让追查变得很复杂、很困难。像是有不一样的案例，像是从 A 钱包转到 B 钱包，然后 B 钱包转到 C、D、E 钱包，这个就是断点洗钱行为。那或者是说从 A 转到 B，B 转到 C，然后 C 再转到 D，这种也是断点洗钱行为。那我们在金流图上面，我们只需要判断有没有这个样态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去特地连线做标记。但是在报告书里面，你就要有一个诈骗样态嘛，你就要把它打上去。金流图上面不用标记，但是样态上面要请 GPT 帮你产出有这个样态。好，看一下。最后一个，使用高风险钱包。高风险钱包是什么呢？不需要 KYC 的钱包，它就是高风险钱包。为什么？因为它很容易建立，像是这种 Trust Wallet，然后 BitPay 比特派，然后 I'm Token，然后 Trust Wallet，然后 Wonbit，这些都是不需要 KYC 的钱包，他们注册非常非常简单，基本上你只要输入你的信箱就结束了。输入信箱就办好了，你也不用密码，因为它会给你助记词。然后呢，这种钱包很容易被诈骗集团拿来使用，因为它注册非常的快，它可以利用很多个人头去注册很多个不用 KYC 的钱包，它可以当免洗钱包用，成本又低。所以呢，这种钱包就非常容易被拿来给诈骗，就非常容易被诈骗集团拿来做使用。所以你们看到说金流上面只要有出现这种去中心化交易所这种奇怪的什么野鸡交易所，这些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认列为诈骗样态。
好，或者是说汇旺等高风险交易所出金，因为你们要知道是汇旺它是落地在柬埔寨，它在柬埔寨是一个合法的交易所。那它最主要的用途呢，是在做洗钱用的，就是把诈骗集团的钱洗干净再转出去。所以说，它其实正常状况下，你一般人转钱进去汇旺，你是领不出来的，除非你跟汇旺有一些合作关系嘛。那什么人会跟汇旺有合作关系？它是一个在其他国家都是非法的交易所。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人跟他会有合作关系？一定是有利益往来，然后诈骗集团这种的。那你正常一般人转钱进去，当然是不可能领出来的。所以你们看到，如果说金流上面有汇旺，那它也是诈骗样态。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多地址研判里面。好，多地址研判里面这边有汇旺吗？可以找找看。目前金流图上面是没有。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今天你找初始手续费之外呢，你还可以找它的主要手续费来源跟它的主要交易对象。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钱包它的主要提供它手续费的人是谁？好，那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哦，TRX 是看流入，谁传钱给他，所以是要看绿色的箭头。然后呢，这个时间要关掉，不要限缩它的范围。好，转钱进来的这个下面这个钱包，稍微把它拉开一下。哦，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们看它自动连线，它有时候会把金流打一起，对不对？就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分开，不要让图连线在一起。好，可以看到这个钱包，它主要提供它手续费的人是他，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他的呢？因为他还提供了他嘛，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一样 TRX， 然后流入，最多的这个没有标签，没关系，我们抓最多的这个就好。好，然后它的主要出金的话，一样我们要改成选 USDT， 然后把时间范围关掉。出金的话就是流出，可以看到就留一笔出，也是没有标签的。好，所以它的追查到这边就结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它谁主要提供它手续费？这个有标签成投资诈欺的，也是他提供他的，然后他的主要出金也是他，所以就不管他。好，还有这个资金混洗钱包的，一样选 TRX， 也是来自于一个投资诈欺的，都是同一个提供的，调整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钱包主要出的 U 的对象是谁？要出 U 还是被标签的？那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钱包是不是提供了很多钱包的主要来源、主要初始手续费来源嘛？所以这个钱包也要稍微看一下，它主要出 U 的对象是谁？它主要出 U 主要出 U 它是流到新混洗钱包，流出这里，流出是流出到汇旺担保，然后呢，它的 TRX 是谁提供给他的？流入是从其他有标签投资诈欺的流入给他。好，那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标签，这个嘛，汇旺担保，对，它是有这个高风险交易所的高风险钱包、高风险交易所去在这个金流上面的，那它就符合了第5点的这个样态。然后这整个金流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这样 OK 吗？然后呢，好，如果说你们发现，很多个钱包的初始手续费来源是同一个，对不对？你们可以主要挑最主要关联的那一个去做后面追查它的出金的 U 或是它的 TX 的来源就好，不用每一条都拉，不用每一条都拉没关系。你们就想一下，如果今天画面真的很乱，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省略的，重点要留着，但是有些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以不用呈现出来，没关系，因为它可能也没有可以调正的对象，那就不用特地留它。如果今天你的金流有10几20笔，那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乱。如果每一个标签、每一个注记连线、每一个 TX 都一定要追的话，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乱。然后呢，不要让金流去重叠在一起，有些时候会可能这一个，然后这个这样拉，可能会这样拉，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会看错条。那你们想哦，如果今天长这个样子，受害者今天拿到的是一个纸本，他是拿到纸本，就是一个电子档，他这样看，他怎么可能看得懂？你一定要帮他把线拉开，让金流变得干净，然后明确，受害者才可以一目了然。包含警察也是，他也不可能一条一条在那边看，他一定是从样态下去看。那如果你说今天如果真的有什么可以调证的对象，你钱把它金流混在一起，警方也很难直接去辨别，马上就辨别说他的钱现在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部分。好，那我们前面这边样态讲完了，跟大家复习一下，哪几个样态去判断诈骗呢？第一个是黑名单钱包，标记成诈欺或是黑名单的；第二个是48小时内将资产迅速转出；第三个是手续费来自于第三方的钱包；第四个是有断点洗钱行为；第五个是使用高风险钱包。这些只要有其中一个出现，就代表是诈骗。只要有一个就符合诈骗的样态，不用5个都出现，也不用说要5取3还是5取2，不用，一个就是诈骗。好，所以说今天呢，不管你遇到任何投资的项目，或者是你的朋友遇到任何投资项目，如果你有对方的钱包地址，对方有提供给你的话，你可以直接利用他的钱包地址去看说他有没有奇怪的样态出现，有没有符合这5点的样态出现，像是他有没有把钱转到汇旺里面进去，或汇旺有没有转什么大额给他，还是说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交易明细，有没有什么钱进来，然后48个小时马上转出去，先去观察一下他的样态有没有符合，只要有符合一点，这个投资就不要做了，这个就是高风险，会是诈骗。不管是你自己个人，还是你的亲朋好友啊、朋友啊、亲人等等，只要是有看到其中一个样态，就直接阻止他，也阻止自己不要再投入钱，或者是第一笔都不要投入。好，那我们讲完前面的部分呢，前面都是追金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呢是生成报告书。我们在金流追完，然后样态判别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提供受害者去报警嘛。如果他今天已经有被骗一些钱的话，我们就要提供他报告书，让他带来报告书去给警方去报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要如何去做报告书。首先，你要做报告书，要收集一些资料，要收集受害人姓名、他的案件类型，案件类型可以让受害者自己去填选。再来，他的过程简述。然后他的受骗的时间范围，还有他的链上转账记录跟截图，还有他投入了多少钱，最后是对方以各种话术叫受害者要再投入多少金额。这7点呢，其实都是需要给受害者填的。那我这边补充一点，你们的表单上面啊，
表单上面是不是会有写说对方以各种话术要你再投入多少金额？这是受害者填的，但有些时候受害者他可能会写说，哦，对方用了什么诈骗话术，是用了什么话术给他，然后呢，他没有填到说还要再投多少钱。你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还有对方想要他再投多少钱进去的那个多少钱，像是他可能100万，要再投个5%，那就是100万乘5%嘛。那如果受害者都没有写到的话呢，你们要去跟受害者联系，对方有没有要他再投多少钱进去？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收集这个？是因为我们需要统计说我们实际上帮受害者阻挡掉了多少金额，这是需要做 KPI 的，是协会需要的。所以你们在填表单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们会有虽然我们都是一整份表单给你们嘛，都是一个 Word 嘛，那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受害者填的，你们要复制上去；另外一个部分是你们要自己做判断的。那像这个对方以各种话术要你再投入多少金额，你们就要去抓那个数字出来。因为发现非常多人都会抓一整段文字，就是受害者提供的文字，但你们最主要的是要抓金额，多少台币或是多少 U， 这样会方便我们后台去做统计。这个大家再稍微注意一下。OK， 好，收集完这些资料之后，就填入这个表单。这个表单呢是我们会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把社群的连结传给大家。那表单会在社群的记事本里面的 Classroom 里面，它会再附在作业里面，所以你们再从这个作业里面去下载表单就可以了。这是一开始跟受害者说就是填金额就好，对，是。但是我们传给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填金额就好，对。那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填到金额的话，就是跟他询问一下他。因为我们问题是要在用什么话术要你再投入多少金额，对啊。那你们就是去抓他，他可能会写，哦，对了，你们那个 JM 啊，5分钟就会登出，然后你们要记得储存，把它储存下来。对，那因为那个表单其实你们现在看到是一份嘛，那其实你们真正在做的话，如果真的在帮协会做产出报告的话，会是2份不一样的表单。那你们自己填的那个表单就要帮他把金额抓出来。好，这个表单填完之后呢，我们把它认列叫做 A1，这个表单就是 A1。填完之后把它变成 PDF 档，A1。好，再来另外一个，我们开始要做 A2。这份报告书总共会有3个档案，叫做 A0、A1、A2。我们刚刚是 A1嘛，现在 A2。A2 的话，你们要进到 JM 里面。JM， 我开一下这案例的范例。好，讲义的范例上面这里会有一个导出，然后就按确认，它就会帮你导出图片。导出图片之后呢，你们就是把图片打开，因为我这边不能开，我怕会露出其他受害者的名字，会有各自的问题。我这边先口头讲，如果说有其他问题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再看之前的影片应该有提到，或者是在那个群组里面询问也可以。好，那导出之后呢，你会下载图片嘛？图片你再把它打开，看你是要用什么图片编辑软体，小画家或是其他软体去把它做编辑。那编辑的部分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把符合样态的位置框出来，像这个它是不知名第三方支付手续费嘛，我们就把它圈起来，这2个圈起来，然后拉出来说它是
第三方支付手续费，这个也是。那你们可以不用说全部都要拉到同一个，也可以像这样分开拉，分开拉。还有呢，这里有48小时内转出嘛，就把它框起来。你也可以只框金流就好，然后一样拉出来一些48小时内转出。那你们会需要做标记的，大概就只有这个黑名单钱包、48小时转出跟手续费来自第三方钱包，还有高风险钱包，就这4个而已。断点洗钱行为不用特别标注。好，那再来这个图片呢是 A2.1的部分，再来这里我们会接下来会需要导出 hash 值，hash 值也是 A2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做导出呢？首先我们要点从受害者钱包到诈骗钱包的金流，点下去，点下去之后会产生会显示这样嘛？它的金流这里有一个导出，按确认导出，然后按确认，它就会帮你下载，就会帮你下载下来，然后要一路导出到资金混洗钱包，资金混洗钱包前的这个金流，这个也要点开，这里也要导出。然后你们有时候会发现说，我只有一笔18181要导出而已，可是系统有时候会显示这么多条，怎么办？我们可以利用时间或是金额打18181，去把它的范围限缩下来。然后呢，这里是只剩下这个眼睛有点开的，就是这一条，就把这里导出，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换个例子，如果说这里有4笔要导出的，结果他给我这么多，怎么办？我们就是透过它的这个点出来之后，这个眼睛代表我们要找的嘛，点它的 hash 值进去，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导出，就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哦，把档案打开，把这个 TRX 这一个，去把它做删除，把它整个删掉，只留 USDT， 然后储存。因为呢，如果说你把档案附有 TRX 的档案付给 GPT 的话，它会坏掉，所以一定要记得把 TRX 的那一笔删掉。其实我们在表单上面是有把金额加出题的，我们已经调整过了。我们最一开始是这个，最一开始是这个，后来还是很多受害者会填话术，所以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好，资金混洗后面要几笔以上才算混洗呢？资金混洗这个判断会比较主观，也比较吃个人的经验。像是我的话，我会去把它的第一个一定是先看进来跟出去的程度嘛，混洗的程度。那另外一个是，它如果都是这样进来，出去一笔，对不对？我会把它先点开，我会先把它点开，这是假设，先点开，然后呢，再进来，然后呢就出去，然后你会发现说，它出去了4、5个，然后都不同的钱包，结果呢，它的钱还没归零，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判断资金混洗。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判断资金混洗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钱像是那个什么，这里好像没中阶2的这个题目啊，后面哪里这个16147的这个啊，你们会发现说，它这个16147是8月25进来，对不对？然后8月25，就往后抓个几天，8月25，然后他到8月27还在转出，钱包还有钱，那就代表说他后面还有钱嘛，就多拉几天看。
直接抓到今天就好，因为它可能后面还有其他的。你会发现说，它的16147进来之后，就只有转出，一直转出，一直转出，一直到这里剩88块多了，代表说它的16147基本上全部都转出了。那这个就不算资金混洗，因为它只有一直转出，一直转出，一直到接近归零。其实它只是分了很多，这个叫做什么？做断点洗钱行为，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A 到 B， 然后 B 到 C D E， 这个其实就是在做断点。那这里你说这些交易所有没有可能它金额很少？有没有可能是受害者？当然也有可能，但是它的金流这么明确，这些受害者可能也是拿到其他受害者的钱，所以你还是要请警方去做调证。这个还是得请他们去做调证。我们会效力没那么大，是这种资金混洗之后，然后呢，它可能还是会有那个中心化交易所嘛，但是它的金额已经占比非常小了，可能也是几百 U 几百 U 这样，那就不会再去做调整了。这边也没有，就是它是已经经过资金混洗了，然后可能只有几百 U， 那就它的调证的效率就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个案例是，它16147进来之后，就只一直出去，一直出去，一直到余额接近零，剩88块，代表他的钱基本上都转出了，就是非常明确，他的钱就是流入到这几个钱包里面。那这几个钱包就要去做调整，然后还有，我记得是中介一吧。中阶一的话，这个547，我记得，这是中阶二，我看看，哦，好，看这个好了，这个啊，这是中阶一，对不对？那这里是总共2笔，到这边，这边大部分人会判断资金混洗，但当然也没错，你可以判断资金混洗也可以。看一下5月8号到5月10号。好，我们看一下5月8号的钱进来之后，它就是一直转出、转出、转出、转出，它转了，然后这个钱包都是转到这个 TRK， 眼睛稍微瞄一下，就是它都转到同一个钱包里。好，然后呢，这里转了10U 进来，转了68000U 进来，之后呢，它就一直转出、转出、转出、转出，然后一样都是这个 TZB， 然后 TRK，这个也是。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一个0.01进来，这个几乎没有，就是忽略不计就好。然后这里又8万转出，像这种，它的金流就还比较抓得到，就是基本上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20几万的钱，虽然已经混到其他人的钱了，可是大概可以判断说，受害者的钱不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这个钱的金流，去抓从他第一个进来的时候，也是5月8号嘛。他5月8号进来，有一笔进来之后，钱转出去，转出去，然后不同钱包，然后又进来，又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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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同的钱包，又有钱进来，然后再出去，所以他已经进了3笔，然后这里4笔，钱都一直出去，然后都出到不同的钱包。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判断他到底出到哪个钱包，因为他一直有进有出，有进有出，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进个0点几 U 或者是进个1、2笔而已，然后出1、2个钱包而已，这种就还抓得到，这个就可以继续往后追。当然你说资金混洗可不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办法100%确定他一定是留这个钱包或留这个钱包，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判断资金混洗，可以直接在这边判断资金混洗，那就追主要交易对象，这样就好。就是我们在改作业的话，我们会讨论一下，就是这个
我们是有讨论过这个，如果写资金混洗的话，我们会不会打回去？基本上是可能会提醒一下，但是不会算，不会是我们打回去的主要原因。就你写资金混洗，我们也不会特地去挑出来，除非那种太明显可以看出金流的。这样，但这个会比较偏主观一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弹性的范围存在。不，就是这个范围，这个判断就不会那么死，不会说一定要它是资金混洗，还是说一定它就是一定没有资金混洗。这个的话，像中奖的这个，就是会有分，像我刚讲的那个中阶二嘛，中阶二它是分好几笔转出，它余额没有马上归零，但它中间也没有其他转入，那个就是会继续往后看，看它转到最后面余额有没有趋近于零或是归零，它就不算资金混洗，就刚刚举的那个作业二的例子。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讲义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A2.1嘛，然后我们刚刚看 hash 值，已经知道怎么导出了，对不对？好，下一步骤，我们要把这些 hash 值丢到 GPT 上面，请它把这些 hash 值统整成一个 Word 档给你。那我这边开作业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初阶作业里面呢，我们会我们这边有教大家怎么去训练 GPT， 这里有3个步骤，三个分类要训练。第一个是钱包交易明细的汇整，这个是 A2，然后诈骗样态分析，这个也是 A2要用的东西。最后一个是报告摘要，这个是 A0。那我们这里都有附上说，你今天你要训练 GPT 的话，你要给 GPT 什么东西？这个钱包交易明细汇整的话，就是这个训练，这个训练，这个交易明细汇整训练跟这个表格 Excel 表格，这2个丢给 GPT， 它基本上就可以帮你训练，就是一步就接近到位。然后呢，这3个要分开训练，不要训练在同一个对话框。你们要开3个对话框，3个新的聊天，然后分3个三个那叫什么？3个，反正就3个对话去训练。训练在一起的话 ，GPT 自己会打架，它会把你的东西混在一起，那变成说你训练上面就会变得很困难。分开就不会了。好，那今天你给 GPT 训练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档案，跟他说给你 Word 档，Word 档之后，好，我们看一下 Word 档会长什么样子。这里应该有，它会给你这个 Word 档，上面这边还不会，它只会给你钱包交易明细汇总，然后呢这个表格。好，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导出图片，然后有做编辑嘛？把那个图片丢到这个交易明细汇总上面，丢到上面。好，最下面呢，你要自己打上去诈骗样态分析。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第2个训练，诈骗样态训练。诈骗样态训练。然后呢，这里我们已经打好了，有分别1、2、3、4、5个诈骗样态。你先给 GPT， 然后呢，它就会记录说，好，它要什么样子，它要怎么应对。那你就训练好之后呢，你就把你的那个图片丢上去，然后说你的这个图片有什么样的样态，打数字就可以。像这个图片，它有黑名单钱包，有使用高风险钱包，有
手续费来自第三方钱包，你就打135，它就会帮你打出来，整理出来135的样态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去显示。那你们要确认一下，因为它这个会打地址嘛，地址的话你要去找一下，核对一下有没有打错，因为 GPT 它是用扫描的，所以它地址还蛮容易打错的。那最快的方式是你直接把这串地址删掉，然后贴上正确地址，把中间这一串删掉，打点点点，这样最快。你不用慢慢的去对，最快的方式是这样。好，那他给你了之后，你就把下面这个他给你的这些东西，下面的文字复制起来，直接贴到这个上面去，贴到 Word 档上面去就好，跟这个明细还有图片一起。然后这一份呢，这一整个完整的就是 A2， 对 A2， 输完之后记得会出 PDF 档。好，然后再提醒一下，因为诈骗样态分析有时候会是像这样，可能是135嘛，可能是135，然后 GPT 它就会打说1黑名单钱包，然后3使用高风险钱包，5来自第三方钱包，对不对？你们要记得把那个数字的标题改成123，就是你这边要记得改123，因为你给受害者不可能看135，它是数字条列，所以是123，要记得把它改过去。在看盘哦，没关系，你回放看3次，回放看3次。好，那这是 A2，这是 A2。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完 A1跟 A2，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少了一个 A0，对不对？A0，我们就用这个报告摘要，报告摘要就是 A0，它会需要报告摘要的训练，这个加上 A1跟 A2，A1跟 A2你可以丢这个给他，我们的示范模板的 A1跟 A2丢给他，他就会帮你整理出摘要。那这个摘要呢，就是 A0。这个摘要就是 A0，它会帮你整理出这样子的东西，把它另外存档存成 PDF， 它是 A0。好，现在我们 A0、A1、A2 都有了，我们就去开这个合并 PDF 的那个网站，把 A0、A1、A2 丢上去合并 PDF， 它就会产出一份正式的报告书给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到我们 DC 上面做询问，也可以直接开票仓@我。好，那我把连结传给大家一下。等一下哦。现在加入好像不用密码了吧？如果加入要密码的话，就打0926。然后进群之后，名字要改成名称底线0926，然后改名字，密码也是0926，名称，然后进群的名称也是你的名字，你的昵称，然后底线0926。作业在记事本，然后记事本也有一些 QA， 就是过去的常见问题，可以先看，然后看不懂再问我们。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就祝大家作业做得顺利了。好，拜拜。